我真的觉得它这一颗可能从新车到后来都没有换过。怎么说呢？我这样解释给各位听好了。我刚刚是不是说有2个这种扣子？然后它另外一颗，它这边是插在机油尺那个管子上面，它上面有个铁片给它的，给它扣。然后因为说实在我不想拔那个东西啊，所以我只好就是硬装。结果我发现，如果你不把它拔下来，你基本上你根本装不回去，因为这个扣这边是机油尺嘛，它是插这样，这个是机油尺那个管子，它这边有焊一个铁片勾住它，然后基本上你光要打开它就很困难，因为它后面这边就是冷气压缩机，它几乎是贴的刚刚好。然后我刚刚是顶开以后，我是插进去用力转，把它转开以后，我才有办法把线拿出来。那我真的是觉得，除非啦，那个师傅真的很尽心，他直接就把机油尺那个管子拔下来，再换这一颗。要不然的话，说真的，我觉得在外面的保养厂应该没有师傅会这么闲，为了一个电线拿不出来，他会把整只机油尺，因为那个角度也很难施工，他会把机油尺拆下来，然后就为了开这个扣子，把这线拿出来。所以我真的觉得他这一条可能从新车到现在都没有换过，然后也很幸运呢，19万出头才坏掉。所以说我刚刚的处理方式现在这边应该可以，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看到了。我这样解释好了，因为我那个扣子，我刚刚有说，我把它转开的时候就有点损坏了，因为变形了。因为它后那颗螺丝、那颗扣子另外一边就是冷气压缩机，然后这边应该可以看到，我勉强把它放进去了啦。我已经勉强把它放进去了，但是扣子已经扣不起来了。因为你根本没办法把那个开口张开到说电线可以进去，因为后面这边就是冷气压缩机，所以我刚刚是想办法转到另外一边去开，问题是线不够长。还有就是各位在装的时候要小心，如果你真的执意要装进去的话，小心不要把线拉断了，因为这个线的距离几乎是差不多刚刚好。好。那线已经勉强放进去了，其实如果不放也可以啊，就线在塞的时候稍微小心一点。还记得我刚跟各位讲说，你在拆之前要稍微看一下它的那个间距嘛，就是因为它这个面，它这个面，它必须距离皮带盘要有一定的距离，因为下面这边它这一面会有一个凸点，如果你太靠近的话，你太靠近那个凸点，会把它撞坏。我看一下有没有办法把它那个曲轴那个凸点转出来给各位看。稍等一下，有没有看到？我说的就是那个凸点，在那边。这个凸点。
我说的就是那个凸点，因为它主要就是感应那个点，它那个点晃过去以后，你不能太远，你太远的话可能它会侦测不到，如果你太近的话又会被它撞到，所以其实这方面的资讯在网络上有人谈，但是每个人讲的方法都不一样，所以我没办法判断说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所以我等一下就是我可能会尽量让它留一个空隙在，然后就把它锁紧。那稍等我一下，我先把它锁紧。然后我的方式是，我决定它的留那个间隙啊，大概就是一个锯板的宽度，大概0.4多0.5之间，怎么样？就刚好一个锯板可以放进去，就大概留这个距离，应该就够了。因为如果你太宽的话，很有可能会测不到，如果太近的话又会去撞到。那既然撞到是坏掉的话，我先这样发动，如果 OK 的话，我就是保持这样子。如果不行的话，我会再调进去一点。总之，在安装这一颗的时候，要注意那个凸点，你千万不能贴太近。贴太近的话，如果你们没办法去转动这个皮带盘的话，你就是大概要可能留个，如果没有这个凸点做基准的话，可能留个才4片50，大概可能留个0.1公分。我现在这边没东西可以量，我很麻烦。总之尽量啦。这颗螺丝是21号套筒，你拿21号套筒就可以转动它，逆时针转就可以转动它，转动到它凸点出现的时候，以这个为测量会最准。因为我现在没办法测量说它到底如果没有凸点，它是多大的间距。我目测大概是0.5公分啊，如果没有凸点的话是0.5公分。这样1公分大概这样子嘛，可能就0.5公分，最好是能够用凸点下去做比较啦。然后有凸点，我就是留一个锯板的距离，然后下去发动。然后锁的话就是有紧就好。然后装完以后记得上来上面把线都剪。尽量把线剪得贴靠近，避免皮带去扫到它。这样子懂我讲的意思吗？好，我先组装一下。OK， 发动很顺利，一触即发。然后我刚刚讲的冷车就会抖动的状况已经没有了。下面这边也没有听到什么异响。目前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。好，我先把那个护盖其他都装一装。它细节上就是你线就是尽量把它剪到不会去磨到，然后再一样的把它装回去就 OK 了。好了，今天这个很麻烦的曲轴感知器的换装就这样子咯。希望这个换下去就没有问题了。如果这个再上去，凸那个感知器、曲轴感知器，如果都换上去还是会的话，真的问题就是出在烤耳上了。如果你们这2颗都已经换新，还是会出状况，可能就直接去考虑是不是烤耳的问题。OK 啦，今天就先这样打，搞得全身都脏兮兮的。OK， 今天这个
很麻烦的曲轴感知器，也不是很麻烦啊，就可能比较喵的人会比较难装。就到这边咯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